俄乌战场上的俄军部队真是越来越罪犯化了。他们为了应对乌军的大反攻，近日又派遣了18万大军奔赴乌东前线。但在这18万大军中，却有5万属于风暴 Z 部队。而据说风暴 Z 是伪瓦格纳部队，士兵虽全都由囚犯组成，但却没有瓦格纳那般的战力，被乌军打得抱头鼠窜，而且有些囚犯还发动了反叛，至今仍被俄罗斯通缉。俄国防部阻止瓦格纳招募囚犯，却自己组建风暴 Z 部队，怪不得连俄媒体都在吐槽是贼配军，多少有些双标了。另外，俄军虽已加大了对前线乌军的打击力度，但在近期，俄境内依旧频繁发生着无人机袭击事件，尤其是7月4日，不明无人机再度现身莫斯科。虽然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些无人机已经被摧毁，但依旧导致其首都机场紧急关闭数小时。可以说，俄军底线接连被突破，成了一句空话。这次被干急眼，都把实验性质的 S-70猎人重型隐身无人机派到了前线，企图对乌克兰军事设施实施报复。那么问题来了，风暴 Z 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俄军派出去的 S-70无人机能对乌军构成威胁吗？风暴 Z 部队的存在是在2023年4月6日首次被披露。当时乌克兰军队缴获了一份详细描述俄罗斯从囚犯中招募和编制成士兵的文件，其中就有风暴 Z。而根据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速营前指挥官马克西姆·若林的透露，在俄国防部与普里戈金关系恶化，瓦格纳2月份被禁止从俄联邦监狱系统继续招募囚犯后，俄国防部就悄咪咪地全盘接手了相关工作，并用被招募的囚犯组建了风暴 Z 部队。据统计，仅在4月份就成功招募了1万名囚犯。虽然俄国防部承诺成功服刑后，他们将减免刑期，并每个月可以获得2200美元的报酬，但是风暴 Z 部队的每个连都只会接受10到15天的训练，然后被派往战场参与实际作战。现在的俄军各个司令部和部队都拥有风暴 Z 连队，而其首先服役的部队就是俄军第8近卫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本来俄国防部是指望他们能接替瓦格纳留下的阵地，但奈何高估其战力，在巴赫穆特大战中被乌军第57旅和第72旅所重创。比如在巴赫穆特的风暴 Z 旅的一个连被打得仅剩下30多人，损失率高达70%，部队缺少医疗，没人收尸。而且这支风暴 Z 残兵还发视频抱怨缺粮少弹，被欠了3个多月的军费，从而拒绝再战。相比而言，瓦格纳士兵就从来不会被欠薪，虽然无法和国际雇佣军的收入相比，但却比俄国防部部队强太多了，属于那种吃多少粮出多少力的部队。至于风暴 Z 这支残部的结果，他们在发视频抱怨的同时，就已经被乌军通过背景锁定了他们的位置，几发精确炮弹下去，直接灰飞烟灭了。大家不要觉得通过照片视频锁定敌军位置的操作夸张，其实在这场战争中，俄乌两军都中过招，只是对信息管理稀松的俄军中招次数更多而已。比如在今年跨年夜时，数百俄军在顿涅茨克马卡耶夫卡一座学校的兵营位置被泄露，直接被乌军通过海马斯给一锅端了。而现在乌军拥有了更为精确打击能力的风暴阴影导弹，俄军那些个后勤及指挥所近期就持续遭到袭击和毁灭。截至目前为止，乌军已经成功在巴赫穆特外围打出了一个突出部缺口，并依托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继续发起攻势。而另一个以风暴 Z 部队为主的作战地区，则是在哈尔科夫以东的卢甘斯克战线上。他们在斯瓦托夫、克雷明纳防线对乌克兰阵地进行了高度消耗性攻击，其中有2支俄罗斯空降师，第76和第98近卫空降师，在他们身后充当督战部队，阻止他们撤退或放弃进攻。果然，俄国防部还是不信任这支囚犯部队，安排了督战部队。在该地区，俄军为什么要安排风暴 Z 这样的耗材部队呢？这是因为，尽管在此前的乌军在越境袭击中，其侦察破坏小组并没有给别尔哥罗德州造成太大规模的损失，但仍然导致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防御压力骤增。俄军没有更多的正规兵力去支援各地区，加上随着乌军开始在扎波罗热地区展开反攻，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的火力强度也有所降低。为此，部署在卢甘斯克州的俄军就开始向库皮扬斯克推进。
在试图将控制线推进到奥斯基尔河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奥斯基尔河左岸地区的乌军形成牵制与包围态势。而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乌军也开始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上积极防御，甚至喊出了要将库皮扬斯克打造成第二个巴赫穆特的口号。安排风暴 Z 上去也只是为了打消耗而已。目前，俄军第二近卫塔曼摩托化步兵师的部队已经推进到了位于库皮扬斯克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10公里的新基夫卡。一场全新的大规模攻城战已经在酝酿当中。而除了奥斯基尔河外，俄军与乌军还在争夺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战略控制权。双方目前正在克里米纳南部的谢列布良斯基自然保护区一带展开激烈交火，只不过由于该自然保护区树林密集，炮击轰炸的杀伤效果不如平原地区，两军的战斗以近距离步兵战为主，战况进展也相对缓慢。那风暴 Z 部队战力为什么这么弱，会被俄军当作耗材来用呢？主要是因为风暴 Z 的成员问题，他和瓦格纳比起来，瓦格纳的士兵都能算得上是好人。要知道，瓦格纳并不是什么人都招收的，在其招聘网站上有着明确对招收人员的规定限制，如拒绝招收任何与有组织暴力犯罪、恐怖主义、性侵犯罪相关有关的人员。而俄国防部设立的风暴 Z 部队就没这么多顾忌，凡是愿意上战场的风暴 Z 部队就收。据俄罗斯记者爆料称，他们在风暴 Z 部队中发现了有严重犯罪记录的士兵，如一名因谋杀91岁孤寡妇女而被判处26年的罪犯，在俄国防部第71近卫摩托化步兵连队担任副中队职位。可以说，风暴 Z 在战场上属于那种毫无顾忌的囚犯部队。这时有人会说，无所顾忌那不应该战力很强才对吗？囚犯兵虽是亡命徒，但也是把生命看得最重的人。在补给待遇充沛、分配任务合理情况下，囚犯兵的战力自然是强的。但恰恰是俄国防部看不起囚犯兵，他们连瓦格纳都看不起，更别说这支他们自己设立的囚犯部队。不仅克扣弹药、拖欠薪水，遭受着最恶劣的补给待遇，但却派他们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本就对俄军归属感低，谁又会傻了吧唧的上去拼命呢？在顿巴斯地区，有一支40人的俄军小队，其中39名武装成员在杀死1名安全部军官后选择了叛逃。而根据俄联邦执法机构的调查显示，这39名武装逃兵来自风暴 Z 部队。按照合同，他们本应部署在卢甘斯克州利西昌斯克作战，但却选择了叛逃。而其叛逃的原因，俄方并未选择通报。但经过刚才分析，80%是与风暴 Z 部队在战场上遭受不平等待遇有关。之前就有多次风暴 Z 部队士兵在视频中向普京寻求帮助，陈述了他们在前线的悲惨处境，包括遭到军官们的敲诈勒索，在受伤后需要行贿上级才能获得医疗救助等等。其中一名叫做斯捷潘·阿列尼克的风暴 Z 部队士兵在视频中苦诉自己所在部队在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被部署到了卢甘斯克前线，就像炮灰一样被屠杀，而如果拒绝作战，就会被部队里的安全部军官威胁处决。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收到合同规定的工资，被扔在战壕里等死。本来按照俄军的一贯传统，这些由囚犯组成的风暴 Z 部队肯定得不到俄国防部同等的对待。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风暴 Z 部队会不会彻底叛乱，至于其待遇、补给和敲诈勒索等问题则被忽略。而现在发生了多起控诉和一场叛逃，俄国防部依旧是通缉，战场上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难道国防部就不担心这群武装囚犯集体反叛吗？在哈尔科夫与苏梅方向上，乌军正在靠近边境的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视频开头提到的不明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就被俄罗斯怀疑是乌克兰所为，因此对这些边境地区的乌军发起了炮击。而俄军情报机构称，乌军在边境地区的部署行动被判定为调虎离山，是为了迫使俄军在北部战线上增加更多的兵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靠近边境地区的别尔哥罗德州方向上，俄军
也确实仅驻扎有第245近卫摩托化步兵兵团为首的少量部队。如果乌军打算假戏真做，再像今年5月一样，对别尔哥罗德州以及更北方向的布良斯克州发起大规模越境攻击，只靠这些部队恐怕很难抵挡住乌军的攻势。为此，俄军有必要利用炮击等优势火力提前压制乌军的进攻意图，进而将边境局势拖入到对俄军更为有利的对峙状态，顺带报复一下多次袭击莫斯科之仇。比如，俄军利用 S-70在苏梅地区对乌克兰军事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消息也称，波尔塔瓦地区的苏梅和克列缅丘克城市发生爆炸。S-70无人机代号猎人 B。是俄罗斯正在研制的重型隐身攻击无人机，由苏霍伊公司研发，契卡洛夫新西伯利亚航空厂制造。据悉，苏霍伊公司在设计 S-70时借鉴了遥宇无人机项目的部分技术，还将苏57战斗机的部分技术移植到 S-70身上，将其打造成了全球最大的隐身无人机，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架重型攻击无人机。它与美国的 XQ-58 和 X-45出于同样的目的而制造，能够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最大航程可达6000公里，其作战半径约为1800公里，其2个内部武器舱可容纳多达2吨的制导和非制导弹药，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炸弹，具有极强的精确打击能力。因此，它是一种能够执行致命攻击、侦察任务，并作为电子战手段的隐形无人机。而在 S-70无人机研制之初，就是要与苏57搭配作战，从而构成俄罗斯独特的5代战机隐身作战体系，有点类似于美军的中程僚机概念。该无人机的作战方式有2种，一种是独立作战，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另一种则是充当苏57的眼睛和耳朵，将情报传递给后方，由苏57实施打击，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苏57，减少战损。在隐身方面，我们知道苏57是为了应对 F-22猛禽和 F-35隐身战斗机而开发设计的，具有出色的隐身特性。他们开发目的均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穿透竞争激烈的敌方领空，但与美国战斗机不同的是，苏57缺乏穿透竞争激烈空域所需的射频隐身能力，所以其隐身性不如美国隐身战机。但 S-70则不同，其采用类似于美国 B-2的飞翼空气动力学设计制造的，其机身形状也经过优化，加上机身覆盖有可吸收雷达波的涂料，所以在射频低可观测性和红外特征抑制方面，可与 F-22和 F-35相媲美。它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渗透有争议的空域，并摧毁敌方的关键目标。只不过它自卫能力有限，极易遭到有人驾驶战机的伏击，所以 S-70只有与苏57一起作战时才能胜任攻击任务。据一名俄罗斯飞机制造行业的消息人员透露，苏57的飞行员将能同时协调4架最新型的 S-70无人机作战。而据公开消息显示 ，S-70的第1架原型机采用非隐形圆形排气装置，已在2019年8月3日首飞，而第2架原型机的飞行测试也已在2022年7月开始。所以，俄罗斯目前有可能已经部署了2架 S-70无人机。而俄军在战场上部署 S-70无人机，除了有测试 S-70自身性能的意图外，也是想给乌克兰和北约方面增加心理压力。至于是否能对乌军构成威胁，那必不可能。数量少，性能待验证，实战经验又不足，根本对战局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一旦被击落，对于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小的损失。作为此次乌军大反攻的主战场，又怎么能少得了风暴 Z 的身影呢？不过风暴 Z 士兵挺惨的，据说在扎波罗热州南部地区，俄军督战部队射杀了大量从前线撤退的风暴 Z 部队成员。风暴 Z 部队怎么这么惨？除了其受到不平等待遇，那当然是乌军打得猛了。要知道，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为整个反攻行动集结了至少20个旅的兵力，战线也从乌赫莱达尔一路向西延伸到了第聂伯河左岸的库班地区，长度超过100公里。这直接导致了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方向上的战况局势陷入到了犬牙伺户的状态。双方的攻势虽然凌厉，但却只能取得有限战果。比如在大诺沃谢尔卡方向上，乌军就依托里夫诺波尔绕过了俄军布置在辛达里夫卡的方向，向普里尤特涅发起进攻。但由于俄军仍然掌握着对两翼区域的控制权，这场攻势也随即陷入到了焦灼状态。
当然，若说有啥实质性的突破，也只有之前视频中提到的，乌军在赫尔松防线上，其先遣部队成功跨过了第聂伯河，并依托已经断掉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建立了桥头堡。而现在，由于第聂伯河左岸的地势低于右岸，俄军虽然对该桥头堡发起了多轮进攻，但都被河对岸的乌军远程火力所压制，始终未能重新控制该区域。他们已经很难不依赖后续增援部队，独自夺回桥头堡去了。总的来说，以赫尔松、扎波罗热为主的南部战线，以及由顿涅茨克组成的东部战线，已经很难再发生大规模的战线变化。决定未来冲突走势的突破口，很可能将重新转移到以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州为主的北方战线上。更关键的是，在一线战场激烈鏖战之际，俄罗斯大后方短短2个月，首都莫斯科就连续3次遭到无人机袭击，这让俄军内部和外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乌军如果能够抓住机会，就有可能打乱俄军的部署计划，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好了，关于俄军的风暴 Z 部队以及 S-70无人机，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